根据警局的资料，雷克村已知的失踪人数有34人。我们这次的任务分为2部分：第一，要寻找失踪的乔亚布鲁克；第二，调查这次的任务是否与恶魔有关。由于无法确定是否在职责范围内，这次的行动以调查为主。希望您控制住自己，如果不想长期被流放，就按规章制度办事。这次出门调查，我们需要一个身份作为掩护。卢米埃斯珠宝行老板的朋友是个好选择，而你是我远亲的堂弟，跟着我做珠宝生意，非必要情况你不必开口说话。堂弟，我已经26岁了。好啊，我会时刻谨记的，哥哥。下次给他安排一个哑巴的身份。那边是这可不止34件失踪案例，远超加兰大人预估的规模呀。看来要推迟与珠宝卖家见面了，先去当地的警署。你小点声，别把跟着我们的尾巴吓跑了。在哪儿？你的3点钟方向，看到了吗？放开我，人已经走了。这都是加兰大人反应太慢了。又是来报案的，人口在失踪1周之后才能报案。打扰了，我是黑羽的加兰诺伊斯。原来是黑羽的大人啊！我们来调取奥乔亚布鲁克的资料。哦，这个名字我可是印象深刻。要知道他的哥哥麦克布鲁克前段时间才在雷克镇雇人大张旗鼓地搜寻了一番，如你所见，他们无功而返了。刚刚说，人员失踪1周后，你们警署才能立案。大人，您还不了解雷克镇人口流动的速度，不少人只是因为靠珍珠生意发财，所以搬走了。有的人则是故意躲避警方，毕竟在做黑市买卖，我们也难以确认是否失踪。这案件得一件接着一件，查案难度实在太大。雷克镇的珍珠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1、2年前，我也记不清了。给您，这是关于奥乔亚布鲁克的调查资料。一个名叫盖奇布朗的人与奥乔亚布鲁克于11月下旬进行过交易，警局有他的资料吗？盖奇船长，他是我们雷克镇的名人。他前段时间还捐了一大笔钱给政府建学校。11月28号，奥乔亚布鲁克。他在麦克唐纳旅店住过，这个旅店在哪儿？您沿街直走到尽头，在向左就能看到一个最高的建筑物，那就是麦克唐纳旅馆。2位吃饭还是住店？住宿，我们要312房间。哦，抱歉，这个房间已经有客人预定了。已经被预定出去的，我们也没办法。那我想想办法。不过312是单人间，你们2位……请给我多加一床地铺。不过您为什么非要住在312号房不可呢？312是我们家族的幸运数字，我们生意人讲究个吉利。哦，原来是这样。来帮2位贵宾把行李放在312号房去。加兰大人也有张口就说瞎话的本事啊。2位是初次来到雷克镇吗？没错，我带着我的堂弟来这里做珍珠生意。来雷克镇的人10个里8个都是来做珍珠生意的，我倒是也略懂些门道。是吗？老板不妨给我们添杯酒，慢慢讲给我们听。在我们西边相邻的小国，有一位叫法伦的公主。法伦公主偷偷爱上了自己英俊的侍卫戴米安。戴米安是个严肃的人，却对公主十分温柔。有一天，戴米安经不住公主的苦苦哀求，偷偷带公主溜出宫殿玩耍。公主意外扭伤了脚，戴米安小心地背起了公主，公主就忍不住亲吻了他的脸。尽管夕阳很红，公主还是看出了他红了脸。
两人互相明白了心意。可是就在回宫的路上，两人遇到了刺客袭击。戴米安为了保护公主受了伤，公主也受伤晕了过去。公主昏迷了2天2夜才醒过来。醒来后发现没有熟悉的身影，她连忙问身边的侍女戴米安娜。在公主的追问下，只好回答：因为擅自带公主离开宫殿，戴米安已经被国王处死了。公主不顾阻拦，冲到了城门口，看见了被吊死在城墙的戴米安。公主晕了过去。再次醒来，公主没有哭，只是喃喃自语：再也没有人为我的餐点上装饰笑脸了。曾经活泼的公主变得少言寡语，城堡再也没有过去的欢乐笑声了。这时，一个珠宝商人的人献给了公主一颗珍珠。这颗珍珠上面隐约看到了一张脸，样子和戴米安有7、8分像。公主随手把珍珠放到了枕头下，夜里竟梦到了一个长相和戴米安类似的人。公主在梦中抱住他，诉说着自己的思念。自从有了珍珠，公主逐渐好转了起来，仿佛有了精神寄托。国王很高兴，奖赏了那个珠宝商人一大笔钱。从此之后，这种能让拥有者在梦中见到挚爱之人的珍珠，就在贵族和皇族间慢慢流行了起来。什么东西一旦与这些贵人们有了关联，自然就能卖出高价。尽管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但怎么可能阻挡得了人们的向往和痴迷呢？这个珍珠售价极高，让发现它的盖奇船长成为了雷克镇最富有的人。他尽管已经富得流油了，还是坚持自己出海，对珍珠的捕捞地点守口如瓶。有趣的故事，谢谢您的招待，我们已经吃好了，该回房间休息了。